宝辉宝终于跨过平台期了，姐妹俩体重都超过了80斤，而且这2天的体重一直都在直线上升。姐妹俩坐在爱宝身边，这身高真的有种马上就要追上妈妈的感觉了，尤其是腿长的瑞宝。瑞宝这里是往高里长，辉宝是往宽里长。昨晚室外下过小雨，今天早上10园区湿乎乎的，瑞宝、辉宝都不太想在室外园区待着，都想要回室内去。姐妹俩也知道爷爷是不会单独给自己开门的，于是姐妹俩便开始黏着妈妈，让妈妈快点吃，吃完好带自己回家。一会儿爱宝吃饱去喝水时，姐妹俩这里便等不及了。姐妹俩一起凑在饮水盆前，催促着妈妈快点。眼看终于等到妈妈喝完水了，姐妹俩排着队跟在妈妈后面，但是中间遇到了小瀑布，瑞宝和爱宝都顺利的过去了，辉宝这里过不去。辉宝心想，妈妈和姐姐怎么都走这么快，自己怎么办呢？辉宝此时小脑袋瓜呼呼的转，最后为了不让自己失身，辉宝选择从上面绕了过去。平时都是辉宝憨，其实辉宝聪明的一批。辉宝绕过来后赶紧追上妈妈和姐姐。一会儿姐妹俩回室内后瞬间就老实了，姐妹俩一起凑在小树上吃竹子，吃一会儿后又抱在一起打打闹闹，姐妹俩互为丰容，陪伴着彼此慢慢的长大。姐妹俩这一番折腾原来只是为了跟对方换个位置。宋3岁正猛踹小瀑布的出水口，这2天宋3岁又快被宝家给疯了。乐宝在观景竹前一站，宋3岁后背都冒冷汗。今天早上辉宝偷偷钻进了这小瀑布的出水口里，宋3岁在辉宝回室内园区后扛来一根大木头，然后又用工具将其砍成了小段，然后全部将其填满在小瀑布里。这一下辉宝钻进去了，小瀑布今年怕是也不会再放水了。好在乐宝这里只是在观景竹前看了看，然后转头就但是今天关于福宝的状态，许多韩国媒体也都跟踪报道了。福宝突然莫名的身体抖动，引得所有人都高度紧张起来，而想必宋3岁也刷到了福宝的动态。好在基地第一时间就将福宝收回了内院，并计划对其进行全面检查以及进一步的判断原因。宋3岁今天晚上都没出来收熊，而是让圣熙姨母出来的。宋3岁应该是一心沉浸在了福宝的最新动态里，今晚宋3岁怕是又要难以入睡了。瑞宝、辉宝今天也没有给姨母添乱，姨母离开就乖乖从树上下来了，很顺利的被带回了家。在关键时候，瑞宝、辉宝还是懂事的，知道不给饲养员们找麻烦，甚至就连一向下班不爱回家的乐宝，今天也积极的回了家。以为江爷爷的碎碎念念只对宝家这样吗？其实不然，江爷爷就连开车来乐园的路上，以及到了乐园后前往宝家房间时的这一路，江爷爷都能碎碎念念个不停，而且话都不带重复的。一会儿夸赞这天气，一会儿幻想马上将要到来的下雪天。等8点江爷爷到达宝家房间时，辉宝又爬上了栅栏，每天都爬到栅栏上来迎接爷爷，天天扮演蜘蛛侠。接着江爷爷开始探索宝家的房间，查看昨晚所产生的各种细节，例如昨晚的爱宝房间的竹子，江爷爷发现每一根竹子上的叶子吃的都很干净，就只剩下了竹竿。而乐宝房间剩下的全是叶子，乐宝吃的是竹茎，能看得出爱宝和乐宝的食性是有差异的。江爷爷继续解释道，虽然是同一种竹子，但对不同大熊猫来说，它们的喜好程度是不一样的，它们会根据自己的食性来吃它们自己喜欢的种类和部位。所以江爷爷为宝家提供了桂竹、毛巾竹和箭竹等多种竹子供宝家选择。而现在瑞宝、辉宝也开始吃竹子了，而且江爷爷每天早上来打扫卫生时都能看到瑞宝和辉宝的青团与爱宝的青团明显的不同，瑞宝的青团比较小，爱宝的青团比较大，以及瑞宝、辉宝现在还在吃奶的原因，个别时候的青团会有气味，除此之外倒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在爷爷讲解青团的时候，乐宝那里发出了噪音，姐妹俩神同步的警觉，心想周围是不是有坏人。姐妹俩的这警惕性以后到哪都不会让自己置身危险之中。而爱宝早已经习惯他那个糟老头子了，此时爱宝内心没有丝毫的波澜。瑞宝、辉宝从早上来到园区后就开始整活，先是辉宝看到妈妈此时在睡觉，不跟自己玩，辉宝对着妈妈的屁股就咬了一口，给妈妈的尾巴咬下来一大口，都快要给妈妈的尾巴咬脱了。完事儿还若无其事的爬到妈妈身上，跟妈妈继续贴。爱宝让辉宝老实一点，然后一把给辉宝搂进了怀里，让辉宝一起睡觉。但辉宝并不困，辉宝从爱宝怀里跑出来后，蹲在妈妈的竹子堆里，打算在里面产青团，但结果辉宝身体重心越来越向后，差点顺着竹子一起掉下去。而辉宝这里自己反被自己吓了一跳，这突然跑走的动静搞得爱宝也从睡梦中醒来，查看到底
发生了什么情况？辉宝早上的这一折腾，爱宝一直都没有睡着。都说爱宝每天睡觉比较多，但实际看上去，爱宝睡觉跟不睡觉时一样累，随时都要时刻警惕着园区的一举一动，担心着瑞宝、辉宝的安全。眼看妈妈这里已经不安全了，辉宝又跑去了此时正在饮水盆前喝水的瑞宝身边。辉宝上来就开始捣乱，为了阻止瑞宝喝水，辉宝上来就踩进了瑞宝的饮水盆里，在瑞宝喝水的饮水盆里面洗起了脚。辉宝现在的口碑已经不亚于宋3岁了。等瑞宝给辉宝赶下来时，可以看到辉宝不仅洗了脚，尾巴也洗干净了。宋头又收不回去熊了。今天是3只。辉宝在树下惬意地吃着竹子，瑞宝在树上已经开始打呼噜了。通道门打开，姐妹俩就当看不见吧。早上出门，瑞宝、辉宝今天都没有依恋室内园区，姐妹俩开开心心来到室外园区，一起爬上小树。瑞宝抱着辉宝，将辉宝揉在怀里，上演着姐妹俩情深似海的画面。瑞宝表示自己简直不要太爱自己这个妹妹，怎么都稀罕不够。姐妹俩合理划分着小亮台的位置，一起趴在小亮台上晒着太阳，这画面感尽显岁月静好。姐妹俩在树上一趴就是1个小时。依依再次排队回来时，以为瑞宝、辉宝会回室内呢，没想到瑞宝、辉宝这时并没有回去。辉宝这里四仰八叉的躺在通道门口里，为了不让爷爷给门关上，辉宝故意留一条腿在外面，给老宋头拿捏的死死的。今天不仅瑞宝、辉宝没回去，就连爱宝也没回去。今天爷爷们给室外的竹子放的有点多，爱宝迟迟没有吃完。爱宝向来只有将竹子全部吃完时才会去想别的事情。瑞宝在树上，辉宝守在通道门口，爱宝在吃着竹子。老宋头站在门口苦苦呼喊着，一直喊到爱宝吃完竹子。爱宝路过辉宝这里，爱宝的感召能力莫名的就给辉宝带走了。爱宝走到通道门口时，发现了刚才辉宝在门口留的标记，还停下来仔细闻了一下。而瑞宝这里对于回家看来又成了问题，因为瑞宝这时又睡着了。福宝玩轮胎时竟然把轮胎砸到了，这当然不能怪福公主笨，一定是轮胎坏，轮胎这下惹毛了她。福宝对着轮胎不断发泄着情绪，如果轮胎会说话，轮胎肯定在向福宝道歉。等等，轮胎好像坏了，福宝这是闯祸了。心虚的福宝赶紧离开了轮胎，轮胎成了这个样子，只能靠徐奶爸来修了。而福宝就在房子里静静看着徐奶爸修轮胎，不敢靠近徐奶爸半步，生怕徐奶爸发现是自己弄坏的轮胎。哎呀，这轮胎是谁弄坏的？并不是我福公主了，这一定是轮胎自己坏的。但徐奶爸心里跟明镜似的，毕竟整个园区只有福宝一只熊猫，真相只有一个。但徐奶爸当然不会因为这个就生福宝的气，福宝能这么活泼，才说明福宝现在的状态很健康。其实徐奶爸之所以在园区增加这个轮胎，就是为了让福宝发泄情绪的。目前看来是真的有期限，不过福宝对轮胎太热情了，还没装几天呢，轮胎就成了这个样子。不过徐奶爸3下5除2就把轮胎重新固定住了。轮胎修好后，徐奶爸潇洒离去，福宝也在这个时候走出了房间。福公主走向轮胎，她这是来视察徐奶爸的工作了，她倒要看看自己的好朋友轮胎先生到底有没有被修好。福宝仔细端详着轮胎，随后走到了轮胎下面，还用头顶了一下轮胎，测试了一下轮胎的稳定性。福宝看到自己的轮胎先生安然无恙，表示甚感欣慰。徐奶爸又一次讨得福公主欢心。其实徐奶爸在福宝眼里应该是个英雄吧。福宝抚摸着轮胎，决定要好好珍惜它，起码这次要让轮胎坏得晚一点。唯一今天遇到了江爷爷在室外为宝家清理室外园区的场景，因为此时宝家成员都没有在室外，所以有问题可以直接面对面告诉江爷爷。而由各种有意依旧对江爷爷讲道：谢谢江爷爷把福宝养得这么好。江爷爷一听到福宝，笑得简直不要太灿烂。之后江爷爷托依依给福宝带话，表示自己过得也很好。而因为这2天连续下雪，工作量比较大，所以2个爷爷都在。瑞宝、辉宝这里每天都是双倍快乐。宋3岁放下竹子，转头发现自己门没关，立马又冲了回去，给一旁的辉宝都看傻了。辉宝表示刚才好像一只大黑耗子钻了出去。宋3岁回去后给爱宝把门打开了，爱宝出来，辉宝进去。辉宝转了一圈，通道里也没什么东西，便又走了出来。辉宝一天没啥事儿就是溜达，自由大兵想干嘛干嘛，这一点随了他爹。今天人家都回家了，他爹还在室外园区睡大觉呢。只要有床乐宝才不管室内还是舍内，反正都有空调，
在哪睡都一样舒服。只不过让老宋头又有点疯癫了，发了篇长文，意思是有意义的工作往往充满疲惫，轻松的工作也是没有意义的工作。一次发了8遍。宋3岁，这都开始自己 CPU 自己了，同时也是自己摔了2个屁股蹲后的感悟。